比特币能顺利突破前高吗？强势的山寨币有哪些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目前我依然坚定的持有这张50万美金仓位价值的比特币多单。那各位也可以发现呢，以太坊的仓位只有比特币的一半，因为以太坊走的真的是很弱。那如果收益的部分呢，现在也回来了，非常接近400万台币左右。那其实我们中间是有很大的一波利润回撤的，但以太坊呢，非常没有力。你可以发现它涨得真的很弱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山寨币吧。山寨币的话呢，我认为现在 Solana 正在疯狂。其实上涨呢都会有一个阶段是疯狂。那现在我们 Solana 也已经掌握了大约有20个百分点的涨幅。然后 Avalanche 呢，有掌握了67个百分点以上的涨幅，两者呢都还蛮夸张的。尤其我们 Solana 呢是从完全没有任何盈利，甚至浮亏呢，一直让大家看到浮盈哦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 Solana 的标记价格呢，已经来到了将近89块左右了。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，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，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，而且可以直接提币走。那 Big Get 你只要入金交易就可以拿到20美金的现金，也可以直接提币走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吧。比特币其实我们现在呢正在前高受阻，在这个位置受阻，其实也还蛮合乎常理的。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有阻力、阻力，然后这里产生阻力，很正常。但是如果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还是没有能突破前高，那就会慢慢开始不正常了。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了，那前高就必须要赶快破掉。其实有一个可以标示我们即将突破的信号，就是如果我们能有 K 线啊，它的实体部分呢是收线在白色线上方的，大约在44200的上方，那么我认为我们下一波的涨势呢就要来了。那我认为现在呢，下方这个位置呢，至少是短期内我们不应该看到它跌破的，大概在43200这里，它不应该被跌破，不然我们这一次的冲锋呢，就可以宣告是暂时失败了。这个点位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。那其实，在做交易的时候呢，强者恒强，尤其我们多头趋势的时间呢，或者说在多头趋势里面的资金是相当宝贵的。其实现在对我来说呢，我只有一种感觉就是，我应该要有更多的钱，因为我有更多的钱，我就可以去抄底，我就可以去抄底那些我喜欢的币种，然后再把仓位再加重一点，那收益呢就可以再更高一点了。因为其实所有的币都在涨啊，比如说 Solana、Avalanche， 大家看到的 INJ， 还有 SEI、TIA 等等，全部都在涨。我有很多币种，我都还想要加仓，只是资金还是有限的。所以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，资金就是一个资源呢，它是一个很有限的资源。我们应该把这个资源呢分配在能给我们带来最大涨幅的币种上面，就是刀子，资金呢要用在刀口上啊。所以其实现在呢，我们如果说做多或者说现货的话呢，一定要以比特币为主，因为以太坊真的是太弱了，真的是太弱了。你可以看到现在呢，它的下降趋势线啊，它都还是要破不破的。那它破了之后呢，结果它又立刻回来了，那这当然绝对不是一个好信号。尤其你可以观察以太坊呢，它现在才在这个位置啊，它离前高是还有好大一段距离的，前高是在2387左右。那现在呢，只有在2200。那你可以看到比特币呢，它现在跟前高的距离呢，基本上就是在一致的位置，所以以太坊真的是非常弱的。那现在以太坊呢，你可以观察到它在比较上面一点点的位置大约就在这里2260吧它有一个很明确的互换。那我认为如果这里能被突破的话，或许以太坊它才有可能变得稍微强势一点不然就会一直很弱势的。其实还有一位朋友呢，有提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资金费率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资金费率目前呢，确实是稍微高了一点的。可以看一眼望过去，满江红。那Bybit的话是 0.01， 在基础费率上面一点点，但以太坊的话就比较夸张了。我不懂为什么，明明比特币比较强势，但是呢，大家却愿意用更高的杠杆、更大的仓位去做多以太坊。你可以看到以太坊的资金费率是更夸张的。我相信这也有可能就是以太坊它为什么没有办法暴涨的原因之一啊。那币安的话呢，也是稍微高了一点，然后 OK 也是稍微高了一点。我们基本上就取这前3大，然后我们来观察就可以了。现在确实是有稍高一点。那其实资金费率如果说很高的时候呢，那至少可以代表说它没办法暴涨啊，不是说完全就不能涨，而是说它就不太可能暴涨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整体来看的数据，就是我们把
整个横轴呢，时间的横轴也可以拉出来，你可以看到现在确实是稍微高了一点了。那如果说要有比较好的涨幅的话，我至少认为我们要回归到正常一点的资金费率才会比较有可能。这个确实啊，但不代表说资金费率高它就要很立即的回调，除非我们真的高了好长一段时间啊，比如说有一个月它的资金费率都很高，那我们这个时候就真的得好好的注意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说完了比特币、以太坊，我们就来看一些我自己呢现在有布局，然后也有仓位的山寨币的走势。当然我们在前面有讲过了，不过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币种的时候呢，真的是强者很强。我们不用想说有些币种它还没有涨，然后我们先去布局，真的不用，因为那些弱的币种呢，它就会一直很弱啊。比如说以太坊，我们就拿以太坊作为例子好了。以太坊有一大堆人都认为说以太坊要补涨，以太坊要补涨，以太坊会暴涨，要轮到以太坊了，结果都还是比特币涨了。所以我们宁愿把资金呢就直接分配在比特币身上，等到哪天以太坊真的开始涨了，真的开始强势了，我们再挪过去都不迟啊。因为在多头行情当中呢，资金是最有限的资源，我们必须把这个有限的资源呢做最妥善的分配。所以我自己做山寨币的时候呢，我一定只做那些最强势的，因为强者很强，弱者很弱。那我们来看 TRB 吧 ，TRB 现在已经来到了前高附近了。那之前确实在昨天，它对前高做了一次假突破，这没有错。但是呢，我认为 TRB 它还是很值得操作的。你可以看我们今天呢又立刻涨回了将近20%左右啊，相当可观的涨幅。那其实我昨天在这个位置呢就有再去加仓了一点点 TRB 的现货。当然呢，市值越小的山寨币呢，我们的仓位越不能大。那现在 TRB 呢正在挑战新高。那我认为前面这个插针确实不是一个好信号，但是我们突破前高就代表我们下一波的多头走势呢要开始了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回调哦，这个回调可是50%啊，一半直接腰斩了，直接腰斩了。那现在是直接又收复回来，那我认为我们下一波多头走势呢要开始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到下一个是 IMX，IMX 其实它一直都走的还蛮稳定的，你可以看它已经连续几根阳线了，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、5根、6根、7根、8根、9根、10根，连续10根的周线呢都是收成阳线的，这有多夸张？它带给我们的回报呢是很稳定的，而且中间没有什么回调，真的是没有什么回调，顶多是收十字星而已。那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值得布局的。我们在切小级别看呢，它走的一直都很稳，就是稳步的上升，稳步的上升。那我自己也是有去布局一些 IMX， 尤其它在这一波呢，它还没有喷发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INJ 吧。INJ 其实我们也讲过很多次，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，我记得是在20块吧，然后现在呢已经很接近40了，甚至前几天有来到40。那它在刚刚呢有一波小的回落，回落了8点多%，说不定这一波回落就是我们很好的入场时机点了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。然后我们再看 SCI 吧 ，SCI 它是一个比较新的币种啊，也是在今年年中之后才出来的币种。那它现在呢刚突破前高啊，刚突破前高，它确实现在收了一根比较看跌的 K 线没错，但我认为这也无法阻挡它新的一波趋势开始的这个事实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最后呢，我们再说一个 TIA 吧 ，TIA 它也是一个很新的币种，在今年接近年尾的时候呢才出来的。你可以看它现在其实一直都走得很平稳。那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有观察到这个币种，然后有去注意这个币种，大概是在4、5块的时候啊，差不多就在这边。那现在呢，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来到了12块左右了，真的非常非常强势。尤其你可以看到它在往上的时候呢，确实它现在走的稍微弱了一点点，但说不定这就是我们非常好布局的时候了。等它回调结束的时候，就是它要迎来疯狂的时候了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